抽丝剥茧，还原案件真相，探索人性真假善恶，大案纪实。这起案件呢，发生在美国。在80年代的时候，很多无家可归、染上毒瘾或者酒瘾的姑娘呢，做了性工作者，在路边拉客，靠搭便车来提供性服务赚钱。美国的洛杉矶、纽约、旧金山和西雅图是当时美国4大性从业者的聚集地。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西雅图。1982年8月15号，41岁的罗伯特在西雅图的一条河里边划船，快到岸边的时候，他觉得水底好像有东西，于是呢侧过头看了一眼，这一下可吓坏了，水里面有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他壮起胆子来，又看了一眼，水下的石头里卡着一个全裸的姑娘，2只眼睛瞪得很大，头发像水草一样跟着水流一飘一摇的。罗伯特心想，这是不是谁家不要的塑胶模特啊？于是呢就用船桨怼了2下，结果这船失去平衡，一下子就给翻了。罗伯特呢就掉在了这个姑娘的旁边。因为天黑看不清楚，他还是以为这肯定是个塑料模特，下意识的呢就摸了一把，冰凉之中带着一种滑腻感，像泡发了的馒头，这一摸就知道绝对不是塑胶。他往旁边一瞅离尸体半米远的石缝里还卡着一具半裸的少女尸体。这一下子罗伯特可崩溃了，船也不要了，鱼竿也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死命地游上了岸，赶紧报了警。警察到场之后拉起了警戒线，正在疏散群众的时候，又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第3具女尸。这个姑娘呢只穿了一个胸罩，脖子上缠着一条蓝色牛仔裤，胳膊和大腿上有很多伤痕，说明死之前曾经有过激烈的搏斗。警方这时候意识到附近出现了连环杀手。经过调查，3个死亡的姑娘分别是16岁的帕米尔、17岁的辛西亚和31岁的查普曼。他们呢都在脱衣舞街工作，居无定所，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失踪的。就在警察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又有一个叫玛丽的姑娘失踪了。1982年9月15号早上，玛丽跟男朋友撒娇，你去超市给我买点东西吃。玛丽当时怀孕8个月了，说什么这男朋友都得听马上当爹的人了，赶紧出门买吃的。玛丽自己在家里边等的呢有点无聊了，就出去在街边溜达溜达。正准备回去的时候，一辆绿色的卡车停在他旁边。司机探出头来，我就住附近，我看你挺着肚子不方便，这么着吧，我捎你一段吧。玛丽一看，司机留着一个8字胡，戴着眼镜，挺文静，不像坏人，正好呢挺着这么大肚子也溜达累了，就上车了。司机不停的跟他唠嗑，分散他的注意力。怀孕多长时间啦？这个快当妈妈了，心情怎么样啊？一边聊着，一边就把车开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上，突然停车就扑向了他，用胳膊勒住玛丽的脖子，把她活活的勒死。接着呢，把车开到树林里，埋尸之后就离开了。她男朋友买完东西一回旅馆，
媳妇儿没了，赶紧报警。警察一询问得知玛丽出生在西雅图富人区一个天主教家庭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但是为人比较随心所欲，经常翘课，和男朋友住在旅馆里边。这和最近死的3个失足姑娘完全不一样，应该不是被杀，没准是离家出走了。警察让她男朋友别急，再等等。这一等就等了1年半，1983年11月，警察才在树林里边找到了玛丽的尸体。自从玛丽失踪之后，西雅图就像倒了副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不断的有人失踪，不断的有尸体被发现，都是被人勒死的。1982年9月26号，16岁的琳达失踪；1982年9月20号，15岁的黛比失踪。到1982年底，一共15名女孩失踪。然而，警方没有想到，这些只是一个开始。这个不停勒死女孩的凶手叫加里·李奇伟，从1982年开始作案，到1998年一共杀了48个人，平均每年杀3个。这还只是找到尸体可以确认的。他自己总共交代了71起凶杀案。除此之外，警方认为至少还有20个受害者没被发现。在这杀了快100个人、逍遥法外的16年里，他是妻子眼中的好丈夫，同事眼里的老实人。1983年5月3号，卡车喷漆工老实人李奇伟开车路过一个停车场的时候看到了21岁的卡罗尔·克里斯汀。卡罗尔是单亲妈妈，为了养活女儿在餐厅当服务员。李奇伟开着车就接近了卡罗尔，问他：“嘿，你去哪儿啊？”“我去附近的一个餐厅。”“哎，巧了，我正准备去那儿吃饭呢，我可以顺路带你过去。”卡罗尔就上了车。上车之后，李奇伟就威胁卡罗尔，和他发生性关系，不然就杀了你。为了还能活着见到女儿，为了还能活命，卡罗尔同意了。李奇伟让他去车后座趴着，从后边勒住了他的脖子。发泄完之后，李奇伟用卡罗尔的丝袜勒死了他，把尸体扔到树林里，然后进行了加工。什么加工呢？他在卡罗尔脸上盖上黄色的纸袋子，脖子和肩膀上各放一条鱼，两腿之间立了一个空酒瓶，又往尸体四周撒了一些香肠。做完这些李奇伟从车里边拿出了一份《西雅图时报》，读了起来。报道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关于他杀人的。这份报道里面总结了李奇伟手下亡魂的共同特征：第一，女性；第二，多数是性从业者；第三，都是被勒死的；第四，弃尸地点都在绿河附近，在河里或者在附近的树林。一般专挑女性下手，尤其是性工作者下手的连环杀手分为2种。第一，觉得杀女性更容易，杀失足妇女更是会降低风险。第二，受过伤害，极度的仇视女性。李奇伟是第二种。李奇伟把女人看成妓女和荡妇，只配被强奸和杀死。而他对女性的这种憎恨源于他的妈妈。在他眼里每次杀掉妓女都是杀掉他的母亲。这个不停勒死女孩的凶手李奇伟，他从小到大经历过一些什么呢？1949年李奇伟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。
他爸爸呢是公交司机，他妈妈是家庭主妇，兼职在百货商店卖货。家里边有3个孩子，他排老2，是个受气包。他妈呢脾气很暴，和他爸吵架的时候啊，是能动手尽量不吵吵啊。有一回俩人吵着吵着，他妈直接抄起做饭的那锅呀，照他爸脑袋啊吧唧一下就扔了过去。李奇伟从小就有阴影，他以为所有的姑娘，所有的女人都跟他妈一样呢，这么暴躁啊，这么容易激怒。他妈妈呢是个矛盾综合体，脾气不好，但是个虔诚的教徒，信教的同时呢，穿着呀又十分的大胆，喜欢穿超短裙和低胸装，不管出门，哪怕就在家里边啊，都化着大浓妆。用邻居的话来说，她是走在时尚前列，不像一个妈妈。李奇伟10几岁的时候还尿床呢，他妈就把他拽到浴室，一边嘲笑他，一边脱光他的衣服给他洗澡。10几岁的小伙子了，妈妈甚至还帮他洗生殖器官呢。后来审讯的时候，李奇伟说，有一回啊，他妈妈帮他洗澡的时候，浴袍开了，里边什么都没穿，这给他带来很大的冲击。他不止一次的对他的母亲有过性幻想。上高中之后，李奇伟越来越不合群儿。有一天呢，他看见6岁的戴维斯在公园里边呢玩沙子。这么点的孩子啊，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玩沙子了，像我们小时候还都喜欢玩沙子呢。李奇伟呢就把戴维斯骗进了灌木丛，掏出一把刀来就捅进了男孩的肚子。拔出刀来之后啊，李奇伟在男孩的肩膀上慢慢的把刀上的血迹都蹭掉了。后来他回忆的时候还笑着说呢，自己啊就只是想体验一下杀人，想知道杀人是什么感觉。好在男孩及时被人发现，送到医院捡回了一条命。虽然有男孩的指认，但是警察不相信一个6岁男孩的话，李奇伟就这么着逃过一劫。后来审讯的时候，李奇伟说呀，自己都快忘记这件事儿了。那个6岁的戴维斯啊，他只是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，对我来说呢，我是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。除了这件事情之外，李奇伟的青少年时期没有太反常的行为。1970年，21岁的李奇伟和克劳迪亚结了婚，俩人从高中的时候起啊就是同学，感情呢一直还不错。结婚之后，李奇伟应征入伍，当兵去了，去菲律宾待了6个月。当他回到家的时候，发现老婆呀竟然和他的朋友搞到了一起。李奇伟这一下可气炸了，就骂他老婆是个妓女，威胁要杀了他。这件事情加深了他对女性的不良印象。离婚之后，李奇伟在喷漆厂找了一份给卡车喷漆的工作，生活挺滋润的，还喜欢上了旅游。在一次旅行中，他遇到了第2任妻子马西亚。1973年12月14号，俩人结婚了。马西亚说呀，俩人刚开始的时候很好，很甜蜜，就是李奇伟呢性欲太旺盛，让他有点受不了。后来发现呢，有好几次抛尸地点就是他和马西亚经常去发生性关系的野外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他们有了儿子，但是关系越来越差。因为李奇伟性欲得不到满足，他就迷上了招妓，甚至呢把妓女带回家里。1981年，他们结束了8年的婚姻，老婆带走了儿子，这对于李奇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就在同一年
他开始杀人。1982年，李奇伟把20岁的站街女瑞贝卡骗到了自己家。卧室里边放着李奇伟和儿子的合影。瑞贝卡呢，也没有丝毫的疑虑，就脱掉了自己的衣服。突然，李奇伟从后面扑倒了瑞贝卡，把丝袜缠到了他脖子上，说自己爱好这个，你别紧张。这当然是谎话呀！李奇伟用丝袜勒死了他，抛尸在树林里，直到20年之后的2002年，瑞贝卡的尸体才被找到。1983年4月30号，脱衣舞娘玛利亚和男朋友出门吃饭的时候，俩人吵了一架，她男朋友决定出去抽根烟冷静冷静。玛利亚一看男朋友出去，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离开了餐厅。路过一辆绿色的卡车的时候，被李奇伟叫住了，就上了他的车。这一幕正好被男朋友看到。当时不断的有年轻女孩被杀，她男朋友不放心，开车就跟上去了，结果堵在了一个红绿灯路口跟丢了。等了1星期，玛利亚也没回家，男朋友报了警。警察很快找到了卡车，并且询问了李奇伟一次，没发现什么破绽，就放他走了。接着，警方派人在他们家门口盯梢，发现李奇伟每天正常上下班，出门遛狗，像个好男人，就没在他身上多花心思。20年之后的2003年9月，玛利亚的尸体在西雅图机场附近被发现，此时早已经成了一堆白骨。1985年，李奇伟认识了第3任妻子朱蒂斯。朱蒂斯说，李奇伟是我见过最温文尔雅、最和善的男人。两个人1988年结了婚，但是她并不知道，每天睡在自己枕边的丈夫已经杀了45个女人。这些凶杀案在西雅图引起很大恐慌，警方成立了专案组，开始研究这个专挑妓女下手、性侵勒死之后抛尸绿河的连环杀手，并且给他起了一个代号，叫绿河杀手。李奇伟的全名叫加里李奇伟，缩写呢是 G2， 和绿河的缩写是一样的。李奇伟在报纸上看见了绿河杀手这个名字，特别喜欢，他觉得这就是天意呀。绿河杀手专案组的组长叫雷切特，他一上任就做出了一个承诺，说破不了绿河这案子，我就辞职不干了。结果警方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，排查绿河旁的居民区，去附近的红灯区盯梢，但还是不断的有姑娘失踪。1983年6月，失踪姑娘的人数达到了26个人。民众的恐惧达到了峰值，既害怕成为绿河杀手的目标，又觉得警察无能，很多人开始游行抗议。在这期间，做出承诺的专案组组长雷切特不仅没破案，还想竞选华盛顿的州长，差点被民众给喷死说你不想着破案，就想搞政治谋私猎，直接就把他的竞选给搅黄了。1984年夏天，死亡人数达到了40人。西雅图警方觉得单干解决不了问题了，于是向 FBI 求助，成立了一个56人的专案组，加班加点的研究绿河杀手。在1984年的夏天西雅图警方向 FBI 求助，成立了一个56人的专案组。他们分析了 4.7 万条线索，盘查了4000名嫌疑犯，把其中100个人列为了重点对象。结果当然还是没抓到。当时心理分析画像法刚刚提出，技术呢还不成熟。FBI 探员给绿河杀手做了3点心理侧写：
一，绿河杀手是30多岁男性，可能不止一个人。第二，他没法和人正常交流，很可能独居，没有女朋友，才会把站街女当作目标和泄欲的工具。第三，有自己的交通工具，可能是出租车之类的，方便抛尸又不会引起人的注意。根据这几点呢，警方锁定了一名44岁的出租车司机，觉得他就是绿河杀手，经常在脱衣舞街跑活，还认识5位被害者，还有方便的抛尸工具。他们开始24小时盯梢出租车司机，盯了3天，什么疑点也没发现，又有俩失足妇女失踪了。警察这才意识到，哎呦，找错对象了，得了吧，开始重新调查吧。因为舆论的原因，他们很着急，甚至派女特工乔装成失足妇女站街，想引绿河杀手出来。为了早点破案，他们甚至定期去采访监狱里的连环杀手泰德·邦迪，希望他能从连环杀手的角度给警方一点线索。那会儿啊，泰德·邦迪已经在监狱待了5年了。这段故事据说就是非常著名的电影《沉默的羔羊》剧本的灵感来源。当然，具体的这个故事情节是什么样的，有时间我们大案纪实节目呢，也会给大伙儿来讲讲啊。总之啊，邦迪给出了意见，认为绿河杀手可能和被杀的失足妇女认识，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，而且有一辆车，很可能是货车。李奇伟被抓之后，交代的很多事儿都和邦迪的推测不谋而合。但警察还是抓不到人。到了1988年，他们发现杀戮好像停止了，没有人再失踪，绿河附近呢也再没发现过尸体。绿河杀手慢慢的被人遗忘了，成了一个大伙茶余饭后聊天的一个传说吧。有人说他进了监狱了，也有人说他已经死了。整整7年过去，专案组还是没找到凶手。1990年的时候，专案组彻底解散了。做出过承诺的雷切特啊，老雷，作为一名光杆司令，秉着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，抓不着就辞职的底线，没事就往档案室跑，翻看绿河杀手的资料。2001年，事情出现转机。那年4月份，西雅图警察局局长换成了并没辞职的雷切特。他重新排查了所有的线索，发现之前呢有个叫加里·李奇伟的人作案嫌疑很大，因为没有证据就释放了他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 DNA 的检测技术更上一层楼，被广泛用在刑事侦查上。在这之前呢，破案呢主要就是靠血型检验加上证人证词，但也只能起到排除嫌疑人的作用。毕竟最常见的血型就只有那4种嘛。DNA 可就不一样了，除了孪生兄弟姐妹，每个人的 DNA 都差很多。雷切特把从查普曼身上采集到的精液，连同包括李奇伟在内几个嫌疑人的唾液样本，交给了华盛顿国家罪刑实验室，请他们做检验。9月29号那天，这一天阳光明媚。雷切特刚到办公室，同事就兴奋地递给了他一个信封。雷切特都没打开就问：“是李奇伟，对吗？”“对，就是他。”听到这个回答，雷切特当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也不是老雷多愁善感，主要是他这一辈子呀，大半辈子都耗在绿河杀手上了。好在老天是公平的，让他将近60岁的时候，终于亲手抓到了绿河杀手。2001年9月30号，李奇伟下班的时候被警察逮捕，和我们之前讲过的白银案的杀手一样，最终栽倒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上。但是技术啊，也有不靠谱的时候。在之前的排查之中呢，警方对李奇伟进行过测谎，但是测谎结果显示李奇伟没有撒谎，警察只好把他放了。
李奇伟落网之后，有专家分析说，这测谎失败啊，可能是因为李奇伟的智商只有82，远远低于平均水平，导致认知有偏差。他觉得自己压根儿没做错，又怎么能谈得上是撒谎呢？其实说回来啊，跟智商没什么关系，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，测谎仪啊还没有那么先进啊，不太靠谱，主要靠观察脑电波的波动情况。连环杀手一般对犯罪过程呢比较冷漠，既觉得自己没做错，也不同情受害者，即使被问到和杀人有关的事儿，或者看到凶杀现场的照片，他们的脑电波呢也没啥波动啊。按照连环杀手的分类，李奇伟是非常典型的有组织型连环杀手，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。杀人之前会先和受害人客套，问他们冷不冷啊，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，等等等等，降低他们的防备心。杀人地点呢，有时候在自己卡车后边，有时候在自己家里。他说如果在家里，就会在显眼的地方摆上儿子的照片，让对方放下戒心。李奇伟在汽车喷漆厂上班，有条件开走不一样的车，降低被目击到的可能。故意在抛尸现场呢，还留下了别人嚼过的口香糖啊，抽过的烟头啊，为了误导警方，因为他本人是既不抽烟也不喜欢嚼口香糖。并且李奇伟啊，把几位受害者的遗物跨州运到了俄勒冈州，还会呢剪受害者的指甲，以免留下皮肤的证据。受害人选择上呢，一方面是为了发泄自己对妓女的愤怒，另一方面因为妓女属于高风险人群，没多少人在意。但他也没有固定的标准，既杀白人也杀黑人，不仅杀妓女，也杀普通的上班族。除此之外呀，李奇伟还演得一手好戏。李奇伟是别人眼里的老实人，同事们说他呀不仅合群，脾气特别好，经常和我们一块聚餐，从来也不大吼大叫。邻居知道李奇伟就是绿河杀手之后，也觉得不可思议。邻居们说，李奇伟这个人呐特别好，主动跟人打招呼，平时衣着整洁，周末的时候呢就喜欢在院子里干活，除除草，养养花啥的。2001年到2002年，李奇伟被抓的这2年，他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。就连朱蒂斯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还握着老婆的手，让老婆相信我真没杀人。为了让李奇伟早点开口，警方承诺只要承认杀人，讲清楚杀了多少人，抛尸地点等等，就不会被判死刑，只会判终身监禁。李奇伟这才开了口。2003年11月5号，时隔21年，西雅图法院开庭审理了绿河连环杀人案。李奇伟交代自己杀女人是为了释放压力。他一开始呢是用胳膊勒死姑娘，后来发现这样很容易被抓伤，留下自己的皮肤组织，就改用丝袜或者牛仔裤来勒死姑娘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承认奸尸。他说呀，会在尸体出现苍蝇和蛆之前回到抛尸地点奸尸，这个时候尸体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，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摆布。杀人者喜欢回到事发地点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的依据。根据 FBI 的一份统计数字， 27% 的谋杀犯会回到案发现场， 26% 的凶手说想再次体验那种感觉， 19% 的凶手呢是为了查看后续情况， 9% 的凶手是为了谋杀下一个受害者， 6% 的凶手是为了奸尸。好几次李奇伟回去奸尸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就睡在卡车的后排座位上。他交代，从1982年到1985年杀了至少60个人，从1985年到2001年至少还杀了10个人，因为人数太多已经记不大清了。
2003年12月18号，法院宣布判处家里李奇伟48个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法庭上，法官依次念出受害者的名字，问他：你承认在1982年7月8号杀害了温蒂里·考菲尔德吗？你承认在1986年10月17号杀了帕崔克·米歇尔吗？你承认在1998年1月杀了帕特里夏吗？等等等等。每问一次，李奇伟都会说我有罪。法官就这样整整念了8分钟啊，才把受害者的名字全部念完。被捕之后，李奇伟成了美国犯罪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。除了学术界，好莱坞也盯上了他。从案发到现在的37年，绿河杀手成了热门的 IP， 频繁出现在各种犯罪美剧、电影和小说里面。其中一个真实桥段曾经多次在关于他的作品里出现。对李奇伟审判结束之后，法官让受害者家属每个人对李奇伟说一句话，大部分人都谴责他残忍，希望他过得生不如死。绿河杀手呢，一直面无表情地听着，直到一个受害者的爸爸说：我原谅你，因为上帝告诉我要宽恕每一个人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原本面无表情的绿河杀手嘴角抽动，他哭了起来。不管李奇伟是不是真有悔过之心，像他这样的人永远都会存在，成为很多性工作者的安全隐患。中国法医学杂志在2011年发过一篇论文，分析了100例失足妇女被杀案件，然后提出了一个观点：因为被害人社会关系复杂，生活层次低下，现场环境隐蔽，实体损伤多样，物证来源混乱等原因，此类案件侦破难度较大。也有很多人呢，有一个观点，说卖淫是违法的，失足妇女是犯罪者，家庭的破坏者，不值得任何同情和怜悯。其实啊，任何人和年龄没关系，和性别没关系，和职业没关系，任何人的生命都一样宝贵，任何人的生命也都不容许随意的践踏和剥夺。绿河杀手案就为您讲述完了。